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谢谢。Hello， 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乖乖龙迪东，新年快乐。然后可以把这个纸盆可以放在旁边，好的。然后我们抽一下今年的福签吧哈。今天的福签是吧？龙的传人，看后面相应的任务和惊喜还有没有惊喜啊？有啊。哇！欢迎加入优酷会员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是喜提 VIP 年卡，每个都有吗？没有，很少。真假的？掰一下就知道没骗你了。真的，我看一眼。你还真烦。会员卡拿了哈，在兜里。相应的任务也得来。行，唱几句《龙的传人》啊。来，我们一起吧。3、2、1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的名字叫龙的传人。谢谢。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拍一下拍地图。为啥那个？老师，你看一下嘛。这个是吗？对。拍这里有一张吗？拍正面。I am alone 是什么意思？我很孤独是吗？你们不孤独，来，我们一步采访区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表明一下我的身份啊，那个自己身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老粉都是这样。哦，就是不太在乎我，不太 care 我，是那个啊，明白。那还有没有？就是这样。哦，看一看啊。那还有没有什么粉丝的其他的一些动作，然后让您被您记住了？什么方式？有啊，就是非常那个什么经典的一个就是这个。啊，宁哥，哎，宁哥，宁哥，哎，都是这样嘛，就是。好，我们记住了。就感觉这个要给我做个 CT， 你知道吗？我脑袋就怼我脑袋里。原来粉丝这么多的经典的那个画面都让您记住了。是的。那首先其实恭喜宁哥圆梦春晚成功。哎，谢谢。当时我看到您圆梦春晚的时候，真的是热泪盈眶的那种。然后好多粉丝都说，感觉好像送孩子上了考上那种理想的大戏。是的，他好像，我觉得他对于一个艺人来说，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吧。那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们说许下的这个愿望哈。我剪了一段视频，这视频不是那么好，但是足够用心。是的。可以播放一下。来。想他还没有实现的，就想实现梦想上春晚，今年就特别想上春晚，我该怎么办？实际上是他们在组建这个春节晚会这个导演组的时候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我都全部都看过。但是后面有我们的精心剪辑。哦。微博世界大会年度飞跃演员刘宇宁。这你剪的是吗？对，一步一步走来。谢谢，祝大明星圆梦越来越好。谢谢。主要是后面有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宁哥也保重身体。就是今天也是发烧来接受我们的采访。真是太怂了，真的莫名其妙，关键时刻就来点这种事儿。那今年我们也登春晚了嘛，然后是跟大张伟老师合唱嘛，然后炸毛组合有什么彩排背后的故事吗？我因为开始的时候春晚那个找到我的时候，也给我发了一些歌，可能说这个歌适不适合呀，或者怎么样的话，然后我们也是听人安排嘛。但是最后跟我说有机会跟说大张伟老师一块合作，然后因为也是因为那个大张伟也是为这个春晚可能写了一首歌嘛，叫《晒》。然后呢，当时节目组就跟他说那个你想跟谁合作啊？可能给他推荐了一些，然后他就说那跟刘宇宁合作挺好的，因为我们比较熟嘛。感谢人大张伟老师带着我上春晚也很开心。那彩排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节目里呢，他需要有一些小小的舞蹈动作，就对于我来说，其实左右扭动这种的已经是很难的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也是加了算是很多的舞蹈动作，到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应该知道了，就会有很多以往没有挑战过的评价一下您的舞蹈呢？是怎么评价？就是评价我的舞蹈就是张牙舞爪，我可能胳膊也长腿也长，就是在那一跳很傻但是挺欢乐的，就是最重要还记得舞蹈练了多长时间吗？大概学应该花了5分钟吧，
然后呢，但是每次去彩排都会提前练一会儿啊，就是提前练一会儿。其实这个节目就是倡导就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嘛。对。那您觉得2023年就是完成度是怎么样的呢？就分享自己生活方面这一块。没有生活，我都是分享的都是工作呀，也没有什么生活。因为今年确实也没咋出去玩，或者是哪怕是放松一下。今年真的是忙，没停过，基本是没停过。对，劳模。哎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那2024年会在生活方面上就是会跟我们多分享吗？尽量呗，因为我想2024年真的，我觉得我想休息一下，然后去多，比如说去哪地方是走一走，然后溜达溜达，然后感受一下生活，让自己静脑子，可能也开发一下自己更多的感受，然后再回来拍戏也好，唱歌也好，会有更多的一些，就是你的感受力会更强一些嘛。那其实都说您的手可以单独出道嘛，接下来就是手控福利的时间，听下面描述要进行一段手势舞喽。啊，手势还有手势舞，当然了，你早知道今天有手势这个东西，我得擦点雪花膏什么的。然后咱们把标可以放在放身上啊。然后呢？听好哈，听以下描述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好。这身上来了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在客厅弹着钢琴。哦，弹钢琴啊。渐入佳境，越弹越快，越弹越快。就在弹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突然我变成了丹米的模样。得知只有摆出3个可爱的狗狗表情才能变回去。狗狗表情？狗狗什么表情？好，于是我用手捂嘴，拖脸吐舌，单手招手。3个动作完成后，看了看身体，哦，虚惊一场，我还是原来那个大帅哥刘宇宁。哇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好奇怪，这什么？谢谢你，我谢谢你啊。那这2023年嘛，自己有哪些就是神奇的新发现呢，或者新认知呢？新发现和新认知，新的认知就是会觉得，确实发现了很多，就是以前，因为可能随着你接的工作越来越好了，然后可能就被大家被关注的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导致有很多东西会被放大。所以它这个对我来说的一个认知就是，以后说话做事要更加谨言慎行，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，然后也变得更加的有抗压能力。就谨言慎行方面。是的。那您希望您的2024年由20%加20%加60%组成？20%休息吧，那60%工作。然后20%是什么呢？是调整身体吧。对，就总感冒。我以前是1年也不感一次冒，这一次感觉就是前2天刚感完冒，刚烧了10天，然后今天又开始了，就是感觉好像得注重一下身体的问题了啊。工作强度太大了，人家说当年粉丝的话得第1天熬夜，原来粉丝都熬不过去。我现在也不太能熬了啊。以前会觉得从来不觉得睡觉是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感觉就睡3个小时就行。然后我特别难受啊，就会这种感觉，所以感觉今年有20%要给自己的身体去调整一下了。多多注意身体。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移步到年夜饭区域。宁哥可以根据我们的水果，然后做一些那种摆盘，然后看看有没有灵感哈。宁哥可以说一下，就是您这次创作的一个年夜饭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案呢？还有理念的呢，是吧？对。就希望大家这个多吃点好的，然后不要吃太多，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。然后各种维生素搭配什么的要就是好一点。那其实每年过年都被二姨支配着，就二姨的事儿怎么大家都知道呢？其实开玩笑，就只有那一次嘛。然后因为就像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嘛，就是你到了家里了，然后因为怎么说呢，这个长辈都会以你为荣嘛，他会觉得我们家这个好像谁这孩子出息了或怎么样的，他其实就想在这个其他的亲朋好友面前，就是证明我们可能老刘家还不错，所以他就会给你设计一些环节。对。那二姨还有哪些环节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的？咱也不怪人，可以分享分享。也没有了，反正就希望包括今天我上春晚，然后我大爷就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其实他已经年龄很大了嘛，然后但是他就是为了我开始要关注网上这些事儿。然后我每一次去参加那个彩排什么的，然后他就会发给我说，不错，那个上那个彩排了啊，
然后加油，好好努力，心态放轻松。然后呢，发现我第3次彩排没去，他就很担心，他很担心。然后他还给我发消息安慰我说那个没事哈，没事啊，我看到你那个第3次没事，咱们就是平常心。他以为我被刷下去了呢，但其实那次彩排我是那个请假没去的，然后后面要去的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我说没事，放心吧。我说上次彩排没去，下次我会去的。然后他就还蛮踏实的。对，丹米若是会张口说话，会脱口而出什么呢？他会脱口而出说什么？他会跟我说来根肠给我，给我来根肠啊！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吃，所以我就给他好吃的。那过年给丹米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？给他买了那个大羊排，就是那种晒干的那种羊排，特别大的那种的。给他就是一啃可以啃1天那种的，但是买完之后发现他不太爱吃，那平时就是遛丹米的时候，就是如果说遇到了他去社交了，那时候作为爱人的你会做什么？我会觉得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什么呢？比如像有一些那个什么，就是有一些那个人去给我探班，然后去我们剧组探班，然后呢，他就是特别能看眼力劲儿。比如说这去了4个人。他一定找到那个，就是比如说那个老板，打个比方，其他都是工作人员，可能有一个老板，他就盯着那个老板趴在人腿上跟人家聊，就是那种跟人套近乎，哇，特别厉害，帮我去搜手啊。丹米会社交呀？是的，他就是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老板，去讨好人家啊，可厉害了。2023年给自己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呢？大块腹肌，这个饼画有点大了，现在随着我这两天确实瘦了不少，现在已经目前能看到2块了，已经，就上面这2块是很清晰的了啊，下面就是需要再去练一练，让它这个肌肉体积变大之后才能看出来。那草稿箱里未发的内容里肯定有这个腹肌的照片。有，我当时还想的特别好呢，我想说，健健身啥的，然后从今天开始，比如说我健身了，我开始记录，今天我就是光膀子拍一张，明天拍一张，可能到100天之后，嘎有个变化那种的，结果发现永远是前3张，就是3张之后就再没有了，我要再开始3张，然后后面又没有了，一直都是初始状态，这个很遗憾啊。我本来还刚幻想说一打开宁哥的那个照片里，哇，全是一圈圈的那个腹肌。没有，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还真的健身健了2个月，然后找专业教练去健，然后后来发现进组之后你会因为每天消耗精力很大，根本就没时间去健身。对，因为从一天光工作就12个小时，这是打底的。对，回头也别客气，让我们也看看这个照片，我们嘶哈啊。好嘞。是圆梦成功。那我们今年的春晚的采访的那个 slogan 是乖乖龙地东，请给出下一句。乖乖龙地东。乖乖龙地东。看我放这个东。乖乖龙地东。刘宇宁得红。哇，你真够红了，宁哥。新年愿望，希望能实现啊。这想怎么红啊，宁哥？不是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红。好留脚本，继续努力。好，然后可以给我们这个拼盘，我们起个名字，然后我们展示一下。那么这个，这叫做好事成双啊。哇，真是不愧是有经验的呢。厨师嘛。